这是什么情况？江爷爷突然在园区内跳了起来。原来是小瑞宝看到爷爷过来了，正激动的在爷爷脚下乱窜。看着如此热情的瑞宝，爷爷实在是招架不住，只好先跑到小木架上躲避瑞宝的热情。但瑞宝怎么会善罢甘休呢？江爷爷走到哪，瑞宝就跟到哪。江爷爷跑到滑梯上，瑞宝也跟着跑上去。不料一个没抓稳，便从滑梯上滑了下来。滑下来的瑞宝此刻也没闲着，对着小木架上的灰宝就是一顿抓扑。小木架上的灰宝一脸懵逼的看着姐姐，心想这个张牙舞爪的熊猫是我的姐姐吗？转眼间，姐妹俩在滑梯上相遇。灰宝试图抱住姐姐，让姐姐安静下来，但今天的瑞宝可谓是战斗力十足，直接抱着灰宝打了起来。江爷爷见状，赶忙把姐妹俩拉开。拉开后的江爷爷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任务，便回房间去给姐妹俩拿盆盆奶。走到门口的江爷爷还不忘看一下姐妹俩的状态。而今天的摄影专家圣西姨母也没能逃过瑞宝的热情攻击。只见从滑梯上滑下来的瑞宝一直跟着姨母跑，而圣西姨母一个不小心被瑞宝抱住了脚，摔倒在地上。知道做错事的瑞宝便想要爬到小树上，幸亏姨母反应快，赶忙跑过去把瑞宝抱下来。这时听到动静的灰宝也跑了过来，趁着姨母不注意，灰宝便想要爬上去，没想到被姨母给抱了下来。被姨母抱下来的姐妹俩似乎在商讨着什么，而此刻灰宝好像在说：姐姐，我去拖住姨母，你先上去。收到指令后的瑞宝快速爬到小树上，等姨母一转头看到待在树上的瑞宝，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姨母这才发现自己被姐妹俩给骗了，姨母也真是拿姐妹俩没办法。正好这时拿来盆盆奶的江爷爷呼唤两小只来喝奶。玩累了的姐妹俩听到爷爷的呼唤，立马跑了过去，而我们的瑞宝还没等意放，便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。细心的江爷爷看到瑞宝喝盆盆奶姿势不对，还不忘给瑞宝调节过来。我们看到，虽然今天瑞宝很调皮，但江爷爷对瑞宝的爱是一点也没少。今天爷爷给福宝的小木床上放置了一块窝头，窝头上面还插了一片枫叶。爷爷的浪漫每天都出现在福宝生活中的各个细节里。福宝一手拿着窝头，一手拿着枫叶，抬着头惬意地吃着，而右手的枫叶也起到了很好的点缀，画面看上去很浪漫。福宝吃窝头时四处观望着，而手里的枫叶一直舍不得扔掉，一直紧握在手中，直到一会儿福宝吃竹子时需要用到双手，福宝这才不舍得将枫叶放在自己的小肚子上，吃起了竹子。下午福宝来到园区，发现小亭子上有一束很漂亮的鲜花，这是刚才宋爷爷给福宝制作的，有竹子和胡萝卜制作而成。宋爷爷先是给其进行了拍照留念，因为福宝一会儿来了后指定会被破坏掉。福宝趴在漂亮的胡萝卜鲜花前闻来闻去，简直是可爱到犯规啊！而福宝似乎也觉得眼前的竹子鲜花很好看，有点舍不得吃，在其旁边小心翼翼地闻着，害怕给竹子胡萝卜鲜花弄坏。不过随着福宝好奇心越来越重，最后终于忍不住了，将其拿了起来。就在姨姨们以为福宝坐起身要吃掉它时，福宝却只是闻了闻，便给它丢到了一边，然后给其坐在了屁股下面，吃起了一旁的窝头。好在窝头吃完后，福宝又重新拾起了爷爷准备的竹子、胡萝卜鲜花。福宝抱着其啃咬着，终于找到了正确打开它的方式。福宝给上面的胡萝卜鲜花吃完后，抱着仅剩下的竹子啃来啃去，像是在拿着其磨牙。一根竹子容易折断，这一捧竹子，福宝不知道如何下嘴，福宝有点咬不动。而与此同时，隔壁的乐宝此时吃饱喝足了，正打算去到树上睡觉，依旧是最经典的上树动作，依旧是最熟悉的位置。刚坐上来，乐宝的困意便上来了，在树上呼呼大睡起来。一会儿姨姨重新去排队再回来时，刚好乐宝在树上睡醒了，开始从树上下来。下树的动作比上树的动作更丝滑。乐宝在回家之前还给自己解决了一下内需，然后才走向通道门口。但今天爷爷好像又迟到了。乐宝的生物钟一向是很准的，乐宝趴在门口的小窗上向里看去，心想爷爷这是忙什么呢？这是又忘了他宝贝女婿了吗？爱宝此时正在和两只熊猫宝宝亲昵着，爱宝此时搂着的是灰宝，瑞宝则在旁边刷存在感。爱宝一会儿发现瑞宝受冷落了，便将瑞宝也搂了过来。爱宝主打一个平等的爱，谁也不偏袒。爱宝看到瑞宝要走，一下将瑞宝搂在怀里，给瑞宝转了个身，然后给瑞宝舔屁屁。瑞宝像福宝小时候一样不老实，爱宝抱着瑞宝，给瑞宝来了一个熊猫坐飞机。而灰宝这里则是喧闹，任其喧闹，自由我自为之。灰宝在一旁睡得很是香甜。一会儿灰宝醒来，灰宝来到妈妈旁边，和妈妈贴接受着妈妈的爱意。而这时瑞宝又爬到角落睡了起来。瑞宝和灰宝
这是给自己排上班次了，轮流折腾妈妈，让妈妈一点也不能休息。而爷爷也被瑞宝和辉宝搞乱了。辉宝，너가 잠들었을 때, 아니辉宝, 너 잠들었을 때辉宝가 엄마의 마음을 막 녹이고 있다고. 네가 그렇게 잠들어 있을 때가 아니야 지금. 爷爷的意思是要提醒瑞宝，辉宝要给妈妈抢走了。正备受妈妈喜爱的辉宝，则转头看向爷爷，露出了得意的微笑。而一会儿，辉宝睡觉时，瑞宝又醒了。这姐妹俩配合的可真好。而爷爷则像是判官一样，瑞宝吃奶的时候叫辉宝，辉宝吃奶的时候叫瑞宝，主打一个让彼此相互争宠。而这时的爱宝都劳累的睡着了，瑞宝则趴在妈妈身上，自顾自的吃着奶。爱宝和福宝宁静的一天从母女俩抢地盘开始。爱宝来到小树上，福宝则已经被妈妈挤到狭小的树缝里了。是爱宝低估了自己的体格。江爷爷表示，在这个时间段里，爱宝开始嫌弃福宝。爱宝觉得福宝占用了自己的空间，因为在福宝出生前，这些地方都只属于爱宝自己的。不过爱宝也有在退让，比如自己用了5年的小木床，已经让给了福宝。而爱宝之所以和福宝挤在一棵树上，是因为爱宝想让福宝去找到一棵属于自己的树。爷爷讲解道，这是爱宝在教育福宝，因为在野外，大熊猫到别熊的地盘休息是会被打的，而找到属于自己的栖息地对大熊猫来说是很重要的。而爱宝的这个表现其实是在训练福宝。回想起福宝出生前，这棵树便是爱宝最喜欢的地方，爱宝每天都会在这里睡觉。而自从福宝来到室外园区活动后，爱宝便有意的将小树让出去，自己选择在小亭子上睡觉。但在小亭子上睡觉，爱宝并不习惯，经常从睡梦中醒来。爷爷发现这一现象后，并没有无动于衷，而是开始为福宝收拾福宝自己专属的小树，甚至还给福宝示范从哪里上树更方便。虽然不知道福宝听不听得懂爷爷的话，但是爷爷都有在为福宝耐心讲解。而福宝则出乎了爷爷的意料，很快便掌握了爬树上的方法。爷爷给福宝奖励了一根竹笋，顺便为福宝补充体力。福宝在爷爷的鼓励下，甚至敢爬到更高的地方了。福宝爬到最顶上时，爷爷比福宝自己都要高兴。就这样，福宝有了自己的小树，不用再和妈妈抢树了。这下母女俩都能够好好休息了。晚上，爷爷在监控里观察着爱宝和熊猫宝宝们。此时，瑞宝和辉宝看上去全身都湿透了，不知爱宝的尿渍还是饮水盆的水渍。瑞宝还给自己甩了甩身子。第二天，爷爷来看爱宝，此时爱宝正在给熊猫宝宝们挨个舔屁股。都填完后，爱宝随即搂过一只来，为自己充当抱枕，抱着其睡觉。这次的幸运熊是瑞宝，而辉宝这时则比较自由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而瑞宝这里就有点难受了，想挣脱出去和妹妹去玩。瑞宝不断给自己挣扎着，一会儿瑞宝感觉自己要挣扎出去了，但殊不知瑞宝给妈妈吵醒了，爱宝又重新被妈妈搂了回去。瑞宝白努力了半天，瑞宝心想又要从头再来。而辉宝来到了爷爷的身前，和爷爷玩耍。一会儿爱宝醒来后，胳膊上多了一撮白毛，而辉宝这里好像因为被妈妈冷落，有了小情绪。瑞宝从自己身边走过去时，碰了辉宝一下，辉宝挥手让瑞宝别碰自己。爱宝看到了辉宝的小情绪，便开始安慰辉宝和辉宝贴贴，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。而一旁的瑞宝听了，倒头就睡。这一点是爱宝和辉宝不会的。爱宝哄完辉宝后，去到隔壁吃竹子，而姐妹俩在这个时间段里便又打了起来，谁也不让着谁。直到爱宝回来后，姐妹俩才打破这一僵局。今天宋爷爷来到福宝园区，叫福宝起床。福宝，福宝，福宝。但福宝太困了，眼皮过于沉重，小眼睛根本睁不开。而现在离下班时间还有5分钟，爷爷表示福宝可以再睡5分钟，5分钟后自己再来。5분 후에 다시 올게. 뿅。 5分钟后，爷爷回来了。爷爷让依旧一脸困意的福宝猜猜自己来干嘛。爷爷问福宝是不是忘了之前的约定。爷爷让福宝醒一醒，该准备回家了。爷爷问福宝知道自己现在的感受吗？ 널 퇴근시키려는 내 마음이 졸지 말고 내 기분이 어떨 것 같냐고. 궁금하죠? 福宝表示，爷爷你看着我眼睛，你觉得我真的好奇吗？我现在只想睡觉。宋爷爷在一旁的念叨就像是催眠曲。爷爷表示这是自己一天当中最期待的时刻。福宝听了很感动，凑到爷爷脸前和爷爷贴贴。爷爷看着福宝说，福宝越来越胖了，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福宝听到爷爷说自己胖，更不想理爷爷了，转头就继续睡。爷爷则让福宝不要睡。졸지 말고 얘기 중이잖아 지금.
이런 중요한 얘기를 하고 있는데 지금 잠이 와? 福宝问爷爷：“严肃的事情指的是我的体重吗？”爷爷有点不礼貌了吧？爷爷看福宝太困，不再和福宝商量，打算直接给福宝抱回去。